是魔，依靠着魔法师的魔力而存在的生物，时常被作为魔法师的辅佐。照理说，魔力越强，使魔也会越强，但咱们的男主却因为魔力过强，导致一般使魔承受不住这份力量。但为了成为梦想中的极境魔导师，阿鲁特埋头在学业中，直到某天召唤出了最适配的恶魔。阿鲁特的魔法对其相当有胃口，一切还得从不久前说起。普通家庭出身的阿鲁特，因为找不到使魔，差点成为留级生。其实他各科成绩都是满分，可以说是寒门出孝子，一点不让家里人失望。就是召唤实践不及格，但魔法学院的孩子们都得全面发展。对于这位种子选手，老师觉得惋惜。理论学得好，召唤不出使魔也是白搭。老师劝阿鲁特别把使魔目标定太高，有的学生跟甲虫签契约也不是不行，要升2年级，得在明天讲座前找个使魔，不然只能准备留级了。阿鲁特伤心地走出教室，青梅竹马莉莉娅赶来了，听说他可能留级，莉莉娅马上抓起石头，准备去和老师谈谈。阿鲁特知道老师说的对，2年级的课需要使魔才能上，他拼命考上的王里奥尔提基亚魔法学院。他入学后也很努力，学习上从不浪费时间。如果真的注定这样，他也只能接受。现在到留级还有1天。事实上，阿鲁特也试着召唤过甲虫，但是根本没用。他在想，如果召唤是看主人和使魔的契合度，或许他得找个更合适的，要不试试奇幻种族吧。这时候，一本老旧的书突然从架子上掉下来，正砸在阿鲁特的头上。阿鲁特一看，这不是召唤使魔的秘籍吗？就赶紧带回家好好研究。书挺旧的，里面的内容他有点看不懂，不过召唤的阵法那一页他看得懂，想做就做。阿鲁特立刻在地上画起召唤阵，轻声念出咒语。没料到这次魔法阵竟然激活了，阿鲁特激动地咬破手指签下了契约。紫烟散去，竟然出现了一位全身赤裸的美丽大姐姐。阿鲁特原本打算请她当使魔，话到嘴边，结果害羞地捂住了脸。恶魔看到这情况，心说这小子还挺纯情的嘛，就迈步前来施展诱惑术，直接坐在阿鲁特身上，问他召唤他是想干嘛。只要阿鲁特想的，那些色色的事也不是不可以。阿鲁特脸红得跟苹果似的，就说他想要个使魔，然后一股强大的魔力冲遍了恶魔的全身，他胸前显现出契约的印记。恶魔满意了，又扑向阿鲁特，还告诉他自己的名字维尔梅。他通过接吻吸取阿鲁特的魔力，趁阿鲁特力尽时，恶魔拉开他的衣服，手指从胸膛滑到腰间，对着阿鲁特这个小纯情来回游走，煞有其事地挑逗着。阿鲁特被吓一跳，快点穿上衣服啊，我的裤子怎么不见了？大姐，击毙像也行，拉被抓走。维尔梅觉得阿鲁特有点怪，竟然喜欢这种遮遮掩掩的拍。阿鲁特急忙解释说没有那回事，还说不小心拿了件姐姐的衣服，就在衣柜的最下层。维尔梅马上换了衣服，结果穿的是黑色吊带背心，姐的腮呀，真是辣眼睛，可我挺有个性的。维尔梅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是个魔法学院的学生召唤的他。他对阿鲁特说，没有别的使魔找他，是因为阿鲁特的魔力太强大了，对那些普通使魔来说是毒药，但他能应付得来。阿鲁特好奇问维尔梅是不是恶魔，大姐姐马上回答阿鲁特，打着胸脯保证我是真货恶魔没错。阿鲁特听说过恶魔，老师课上讲过，恶魔是很厉害的生物，有的甚至能毁掉一个国家。他就不懂为啥维尔梅会选他。维尔梅点头表示，他原本可以轻易地干掉阿鲁特，但他被封在那本书里，阿鲁特召唤他等于救了他一命，所以决定报恩。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今天就认你做兄弟了。阿鲁特好奇为啥维尔梅会被封印，大姐姐笑说因为他是恶魔啊，淘气坏事干了不少。可怜的阿鲁特满脸通红，这时他才反应过来，恶魔在人们眼里就是坏，维尔梅还能当使魔吗？维尔梅叫他别担心。第2天他把脚和尾巴藏了起来，以人类的身份跟阿鲁特一起上学，然后就出现在教室了。老师以为阿鲁特是为了升学，竟然找个女的来装使魔。维尔梅二话不说就露出胸口，那契约的印记一清二楚。老师瞪大了眼睛，确认了真的有契约，赶紧肯定了他们的关系，就同意阿鲁特升学了。这时候坐在后面的粉毛女生心里那个酸啊，酸意泛滥。上课时候，维尔梅就窝在阿鲁特怀里，粉毛彻底崩溃。看见老师要管他俩，他本来想笑的，维尔梅直接来了句，别的学生使魔也是贴身的，我也是使魔啊，凭啥我就不能跟主人亲近亲近？这不是明摆着双标吗？老师无话可说，只能同意。粉毛一听维尔梅让阿鲁特为他魔力，简直是受到了灵魂打击，站起来冲他俩大叫，你们白天这样搞合适吗？结果他就被拉去罚站，别老针对粉毛了。放学以后，莉莉娅找到阿鲁特，要问清楚他和维尔梅的关系。昨天晚上维尔梅提前交代过阿鲁特，恶魔在人类世界毕竟不是啥好标志，为了大家好，决定对外保密。幸好多数魔法师都没看出他的伪装，阿鲁特只好告诉莉莉娅，维尔梅就是他的普通使魔。莉莉娅气得摘下领带，要求和阿鲁特决一胜负，如果阿鲁特输了，就得把使魔除了上课以外都关在宿舍里。魔法学院确实有决斗规矩，学生间有问题可以决斗解决。维尔梅特别享受这种刺激，表示赞成。莉莉娅以为维尔梅在挑衅，没想到维尔梅来了句，如果他输了也得听阿鲁特的。莉莉娅脸一红，心里已经开始幻想
真亏，不管怎样，这家伙都占便宜。两个女生争风吃醋，而鲁特夹在中间，超级无奈。学生间的决斗一定要保证公平公正，比赛会在全校直播，让所有同学都看得清楚。莉莉娅信心满满，马上就召唤出她的风精灵塞尔菲德。维尔梅也吃了一惊，没想到莉莉娅这么小就有高级精灵。阿鲁特慌了，他还没做好准备，维尔梅挡在他前面，莉莉娅的攻击来了，直接攻击，维尔梅居然毫发无损，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莉莉娅被那凶狠眼神一扫，霎时僵在那里。维尔梅伸出双手，几个小动作差点让莉莉娅崩溃。全校男生都在看直播，脸上露出莫名的笑，阿鲁特也是满脸通红。莉莉娅最终败了，还好没丢脸，她认输了，答应接受阿鲁特任何条件。虽然失败了，但她好像很期待阿鲁特的条件。阿鲁特瞥了维尔梅一眼，让莉莉娅好好跟他相处，两人都别打架。阿鲁特这么一说，莉莉娅勉强同意了，嘴上还是不服气。然后阿鲁特带维尔梅回宿舍，叮嘱她别闹太大。维尔梅觉得他没错，说那女孩肯定很喜欢阿鲁特。阿鲁特否认了，说他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粉毛败犬，这元素太多了吧？维尔梅没多说什么，说他今天表现不错，要向阿鲁特索要奖励。阿鲁特无路可退，被维尔梅亲了一口吸魔力，就剩下他的魔力了，挺得住恶魔的折腾。一般人和恶魔签约都是七窍流血完蛋。维尔梅暗示阿鲁特，如果不想接吻捕魔，还有别的方法呢？情节怎么越来越肉麻了？恶魔身材在学校引爆话题。升2年级第一天，维尔梅一弹指就搞定了暴走的高年级使魔。阿鲁特提醒维尔梅别太显眼，但四处的目光已经太明显，阿鲁特只能无奈地摸额头，他忘了维尔梅太抢眼了。晨会后，莉莉娅找到阿鲁特，早上的事已经传开了，他觉得维尔梅太招摇，维尔梅却装作一脸无辜。接着2年级的课开始，使魔交流课后，老师开始讲恶魔封印史，莉莉娅紧盯着和阿鲁特亲近的维尔梅。不得不说，被打的莉莉娅挺可怜，尽管之前决斗后他们答应不再吵架，但莉莉娅还是很警惕维尔梅。莉莉娅在破防上可是专家，早上的那个被打飞的学生带着哥哥冲过来了，他觉得维尔梅欺负了他的使魔，那哥哥自称龙骑士团的。莉莉娅和阿鲁特惊了，然后困惑龙骑士团是啥玩意儿？维尔梅也好奇，阿鲁特猜着大概是龙使魔的学生俱乐部吧，名字听起来挺帅气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靠名字提升逼格。两人面子受挫，准备找麻烦。这时维尔梅装出弱不禁风的样子，阿鲁特趁机溜到后面开玩笑向高年级生挑战，他用冰封魔法偷袭冻住他们准备跑，维尔梅却在那欣赏冰晶，还夸阿鲁特魔法用得好，年纪轻轻就这本事了。阿鲁特挠头有点不好意思，他在魔法回路上还挺有造诣，但那学长也不简单，明明是5年级的，一下子就震碎了冰晶，召唤出项链里的恐龙使魔，吐火的恐龙让阿鲁特和莉莉娅吃了一惊。莉莉娅开口了，雷克斯这个高中的家伙真气人。雷克斯讽刺地笑了笑，让我们快点认错，不然就得把维尔梅抓来好好教训一番，毕竟维尔梅长得正是他的菜。阿鲁特听不下去了，他走上前护在维尔梅前面。维尔梅看到这一幕，赶紧扶住阿鲁特的肩膀，准备把昨晚吸取的魔力还给他。阿鲁特吓了一跳，然后感觉到魔力涌来，他盘腿坐下，身后金色魔法纹路显现。克雷斯愣住了，看到比刚才强好几倍的冰魔法，冰封住了他的恐龙，同时还划伤了克雷斯的脸。克雷斯这下真成了冤大头。维尔梅笑着问，道歉怎么说？教教我吧。雷克斯知道不是对手，只好低头道歉。小弟眼泪汪汪，没想到老大真的认错了。莉莉娅得意下起来，嘲笑他刚才的嚣张，看着他就是一副差劲的样子。阿鲁特带着维尔梅回宿舍去了，尽管他知道不太可能，但还是叮嘱维尔梅要低调一些，毕竟刚才维尔梅还给了他魔力，这让阿鲁特觉得挺不寻常的。维尔梅也挺烦恼的，但没想到学校里这么多规矩，他好奇阿鲁特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钱的话他可以搞来很多呢。阿鲁特却担心他会不小心走上犯罪之路，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厉害的魔法使，在这个国家魔法使也叫魔导师，分出中高和见习4个等级，成为初级在学校里就算厉害了，能拿到中级认证的人更是寥寥无几。维尔梅问阿鲁特他是想成为高级魔法师吗？阿鲁特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其实想成为比高级魔法师还要强的人。魔法师如果对魔法界贡献巨大，可以得到王室颁发的勋章，他想成为那样的人，拥有所有魔法知识。这里最强的魔法师被称为特级厨师，而不是特级魔法师，要不然大白那一世界贤者的 PTSD 就要犯了。面对阿鲁特的梦想，维尔梅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有远大志向，维尔梅保证一定会帮他实现愿望，但现在他要先从阿鲁特这里吸取点魔力。说完，维尔梅一把脱下衣服，把阿鲁特按倒在地。我们还不知道那天宿舍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2天，他俩去学校的路上，莉莉娅一眼就看出俩人状态有异。这时候，班上的马克思和夏洛尔出现了。马克思一把抓住阿鲁特的手，他听说阿鲁特打赢了5年级的学长，就把阿鲁特当成了自己的宿敌。维尔梅不解地问这人是谁，阿鲁特急忙从马克思手里挣脱，对维尔梅说马克思是
来自4大伯爵家族之一，出身显赫，脑子却不太灵光。这时候老师来了，说校长叫他们3个去一趟。维尔梅也跟着走进了校长室。校长说阿鲁特、莉莉亚和夏洛尔成绩都很优秀，今年2年级的代表要从他们中选，但是代表只能有1个，所以他们得参加个测试。测试内容是静候山的花园，在6点前取得精灵之花。这花是魔药制作的珍稀材料。马克思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森林里的精灵之花只有1朵，意味着先到先得。莉莉亚不懂为啥她也在这儿。马克思知道这测试会决出谁是年级代表，所以他一定得参与。不过他不知道为啥校长没叫他。夏罗尔直言不讳，可能是因为你9门课挂科吧。莉莉亚说她想来就来吧，只求别添乱。马克思当场召唤了他的甲虫使魔，他的使魔喜欢花粉和甜叶，应该能很快找到精灵之花。他们看着马克思冲进了森林，然后就是一声惨叫。夏罗尔他们赶到现场，发现马克思被捕蝇草吞了。夏罗尔让他们先走，他得把这准马克思救出来。莉莉亚觉得夏罗尔也真够倒霉的。接着他俩在森林里找到了精灵之花，花倒是找到了，可手花的家伙难对付，那家伙是地狱3头犬。不过莉莉亚有办法，她手里有瓶隐形药水，这可是高年级学生才能制的魔药。阿鲁特好奇莉莉亚拿这个干嘛，莉莉亚脱口而出是为了钱进你房间，然后他意识到说漏嘴了，立马改口说他早就觉得会出这种乱子。以前隐身啥的3头犬那鼻子也不是好糊弄的，但今天运气好，3头犬正好感冒了，鼻子不灵光了，估计嗅不出来了。莉莉亚二话不说喝下了那隐形药水，成功隐身了，可衣服这事儿还是个问题。莉莉亚想脱衣服，又想到阿鲁特在旁边，心想自己居然要在阿鲁特面前全脱了，脸微微一红，还是硬着头皮脱了，光着身子走向3头犬，心里那个羞啊简直想找个洞钻进去。维尔梅问阿鲁特就这么看着莉莉亚去拿花吗？提醒阿鲁特输了可就没法当学生代表了。阿鲁特这才醒悟，还得自己出手，问维尔梅上次那个魔法反弹是咋回事。维尔梅说阿鲁特你魔力质量好，他只是把魔力再发给他了而已，这次对付3头犬不需要那么麻烦。维尔梅说他来就行了。阿鲁特乐了，心想这回有戏。维尔梅却说要收取点小费。阿鲁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维尔梅推倒了。维尔梅一掀衣服露出了半边美背，他的热气喷在阿鲁特耳边，粉毛败犬冲向精灵之花，发现3头犬其中1个头没病，那头狗看到他了张嘴就是一口。阿鲁特及时跳出来挡住了火焰，叫莉莉亚快摘花，他来拖住3头犬。莉莉亚狠下心冲上去，维尔梅吸了阿鲁特的魔力，半空中放了一个大招，3头犬当场就被电晕了。莉莉亚终于得手摘到了花，她觉得有阿鲁特帮忙有点不光彩，于是把花给了阿鲁特表示感激。正在这时，隐身药水效果没了，阿鲁特眼神不知不觉转了过来，莉莉亚吓得不轻，一阵风吹来，花儿给吹走了。花儿正好落在夏洛尔面前，夏洛尔这运气可真叫一个爽啊！莉莉亚和阿鲁特追上去只能认命了，比起他俩斗来斗去，还不如夏洛尔当代表。马克思这家伙反而最得意，几百年前的恶魔又被召唤出来了，谁想到出现的是个性感大姐姐。维尔梅被封印了好久，第一次看见这神奇的可丽饼，阿鲁特肯定得给自家使魔买一个。他觉得自己对维尔梅还是一知半解的，想找点话题跟他聊聊天。这时候四周的学生们都开始窃窃私语，看着几只巨大的飞龙飞过天空，有人指着飞龙上的少女说那是龙骑兵团里的克里斯。维尔梅有点迷糊，这不是那个什么爱好者协会的活动吗？阿鲁特急忙制止他，可不能乱说话。两人就分着吃起了可丽饼。班级训练时间到了，马克思听说他们见到了克里斯，兴冲冲地开始讲解起来。这不光是龙骑兵团的创始人，他成绩也是一流的，王国空军都想招他呢。还有啊，克里斯在学校里也是数1数2的，是其大上级魔导师之一，还在学生会担任执行委员呢。维尔梅好奇是否真有那么强，阿鲁特点头如捣蒜，没想到真有学生能这么牛，取得如此厉害的成就。莉莉亚给维尔梅解释，现在学校里就7个上级魔导师，都是学生委员或团代表，连老师都别想指挥他们。学生会啊，是成为特级魔导师的跳板。阿鲁特听得眼馋，他还没说完，就被维尔梅的洗面奶给打断了。莉莉亚急忙分开他们，公开场合斗什么嘴啊？阿鲁特看着两人你来我往的，也插不上嘴。莉莉亚跟着女仆夏洛尔直奔更衣室，她还是对维尔梅的真实身份有所怀疑，毕竟人类的使魔听都没听说过。平赫表示非常迷惑。莉莉亚亲眼见维尔梅一下子就秒了3头犬，觉得他至少得是上级魔导师，就打算揪出他的秘密来。女仆也不禁感叹，没想到莉莉亚会对维尔梅这么上心。莉莉亚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说才不是呢，她和阿鲁特那件事就是一场误会。夏罗尔却跟他说，喜欢阿鲁特就早点表白吧，要不然时间一长，这段误会可就真割不断了。这时候莉莉亚突然意识到，维尔梅竟然不在女更衣室，而男更衣室那边，因为维尔梅的到来乱作一团。维尔梅上次在走廊换衣服闹了个大新闻，这回他倒聪明了，结果跑错了更衣室。莉莉亚听说后
对阿鲁特的身材好奇的不行。你怎么能这么吸引人呢？可做这种事也太疯狂了吧！阿鲁特换衣服有啥好看的？要是让他看那不得激动坏了。不过他才不会真的看呢。莉莉娅催维尔梅快点回去。阿鲁特叹了口气，叫他们俩别吵了，出风头太容易被学生会注意，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只不过是7个上级魔导师而已。维尔梅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来就来呗，怕他们不成？打不过就打1架呗，反正把对手打飞，阿鲁特不就能变成上级魔法师了？这时候学生会的人走了过来，大家都自觉让出了道。天的是白毛姐姐耶！这时阿鲁特拉着维尔梅躲开了他们，维尔梅的目光正好和克里斯撞个正着。克里斯一脸疑惑，这女的到底想什么呢？阿鲁特没留意维尔梅，自己回家洗个舒服的澡去了。结果维尔梅趁虚而入，阿鲁特吓一大跳，被维尔梅逼到墙角去了，一边夸阿鲁特身材不错，阿鲁特慌得一塌糊涂，一直强调自己被逼得没辙了。这是怎么了？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嘿嘿。维尔梅用手指心挑阿鲁特的下巴，暗示他，反正他可是阿鲁特的使魔呢，只要他有什么想法，他都不会介意，还会帮他实现。真是的，阿鲁特你太幸运了，别管那导演等等。另一边的事情是，克里斯给雷克斯来了一顿暴揍，就因为他输给了个低年级生，真是给他龙骑士团团长的脸丢尽了。小弟连忙给雷克斯解释，说不是决斗，只是互相斗殴，而且对方带的是个人类女使魔。克里斯听了，对阿鲁特开始感兴趣，但他还是瞧不起雷克斯，把他摁在地上，告诉他实在太弱了，就算使魔是恐龙，那也只是爬虫一类，想留在龙骑士团的话，就得把鞋上的血舔干净，然后从最底层干起。雷克斯恼了一阵，说阿鲁特说的没错，这种儿戏一样的团体，他宁可不要了。克里斯一脸不爽，一脚把他踢飞了。小弟们忙扶起雷克斯，克里斯却对阿鲁特越发感兴趣。雷克斯进了医院，阿鲁特他们去看他，小弟尴尬的别开视线。雷克斯自己说，只是玩闹不伤筋动骨。阿鲁特皱了皱眉，这伤看着可不轻啊。小弟突然怒了，指责阿鲁特，说都是因为他们雷克斯才惨成这样，这逻辑我怎么听不懂？等等，我没记错的话，不是你们先挑起来的吗？雷克斯制止小弟丢人现眼，问阿鲁特觉得恐龙怎样。阿鲁特愣了下，觉得恐龙挺酷的。雷克斯告诉阿鲁特，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不怪你。但阿鲁特心里有点闹心，心情就是提不起劲。他们3个一走出医院，莉莉娅就感觉到阿鲁特不太对劲，她想劝劝他，但没什么用。没想到阿鲁特突然竟然向克里斯发起挑战，克里斯连正眼都不瞧他一下，可阿鲁特站得稳稳的，没有一点儿怕。克里斯也就明白了，他打赢雷克斯并不奇怪，他决定要让阿鲁特见识一下跟高年级的前辈对着干是啥下场。跨级挑战真是胆大包天，克里斯的使魔是直巨龙，一叫出来就把天都遮了。阿鲁特赶紧看向维尔梅，维尔梅一个箭步就抱住了他，然后2人来了个火辣辣的吻。这可是决斗场啊喂！这种事还是回家再说吧。围观的人都看傻眼了，闹这么大，就莉莉娅气得不行。克里斯却发现了阿鲁特的魔力竟然金闪闪的。医院里，小弟急匆匆把打架的事告诉雷克斯，阿鲁特施展出冰魔法，但被克里斯的火焰轻松击溃。接着一团火球直冲阿鲁特的面门，维尔梅挡在他面前，他的恶魔体质真是了得，虽然热得慌，却没受伤。克里斯说他还没全力以赴，这不过是给阿鲁特的小小教训。说着火焰就把阿鲁特和维尔梅吞了。维尔梅硬抗着克里斯的攻击，阿鲁特急忙用魔法减轻压力，但这点攻势对克里斯根本不算啥。克里斯真没想到维尔梅竟能应接他的攻击，他现在知道维尔梅绝对不是等闲之辈。此刻维尔梅喊阿鲁特一起，2人齐齐用出最强力的魔法，克里斯躲不开这大范围的攻势，决斗台都被炸掉了一半，可克里斯没掉下去，他站在飞龙上升到半空中，克里斯在空中开始对着他俩喷火。阿鲁特被逼到墙角了，克里斯气势汹汹地冲他来，阿鲁特就问了，干嘛那么看不起人？克里斯只是冷笑一声，他问知不知道龙最厉害的是啥？不是那身板合力啊，而是那占据天空的翅膀，他在天上就没人能打败他，那些没翅膀的龙就没有这招。他看不起雷克斯有问题吗？维尔梅挡在阿鲁特前面，叫他准备魔法，要给克里斯好好来一炮。阿鲁特点了点头，想起雷克斯问恐龙观点的表情。此时学生会的眼镜哥觉得赢家已定，黄毛却觉得还没那么简单。阿鲁特不同意克里斯，觉得使魔对主人很重要。克里斯又是冷笑，让他赢了再说吧。维尔梅也点头，既然都这样说了，那就得斗到底了。于是他俩开始蓄力，冰柱直冲天空。低年级的和高年级气枪之一单挑，雷斯克觉得阿鲁特肯定赢不了，但其实克里斯被阿鲁特那金色魔力震撼到了，冰柱和火焰撞击造成大量水蒸气，是蒸发，他竟然用蒸发攻击。水雾一散，克里斯惊讶地发现阿鲁特不见了，没想到维尔梅抱着阿鲁特出现在他头顶，真是笑死人。制空权不是克里斯一个人的。当阿鲁特的冰刀指向克里斯脖子时，下面的学生们都高呼好耶，看来学院的霸王龙要完蛋了。阿鲁特赢了学院的7大魔导师之一，班上的女生们都围上来了，莉莉娅脸都扭曲了。原来那些女生还以为阿鲁特是个书呆子呢。夏罗尔唏嘘世风不在人心不古，这社会就这样，强者才能得到美人的青睐。要不是夏罗尔及时拉住，
莉莉娅差点就开启杀戒了。蒂安老师叫住了阿鲁特，表扬了阿鲁特打败克里斯的表现，但又提醒他下次别那么鲁莽，如果输了可能就得被人玩弄。这话一出，大白的脸色都变了。莉莉娅还想替阿鲁特解释呢，但蒂安老师明白，阿鲁特那么做肯定是逼上梁山。阿鲁特脸一红，被老师的摸头给蒙到了。你脸红什么啊？阿鲁特，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成熟的人啊？看着女同学们跟着蒂安老师走了，阿鲁特总算松了口气，问莉莉娅她是不是也喜欢蒂安老师这类型的。莉莉娅气得不行，好像她甜美的一面根本没看出来自己喜欢谁，是败犬是败犬，对吧？是啊。后来雷斯克发现克里斯真的在打杂，还向他道了歉。雷斯克满脸嫌弃，却意外的让克里斯高兴了。克里斯才开口说这都是阿鲁特拼命争取来的补偿，雷斯克就抢过了扫把。既然现在彼此地位平等了，他也没打算退出团队了。其实雷斯克想要的就是平等而已。当晚阿鲁特困得不行，维尔梅半夜又来找阿鲁特的麻烦。面对阿鲁特那纯情的接吻观点，维尔梅直接表示他是真的喜欢阿鲁特，喜欢的不得了。阿鲁特完全没防备，又被撩倒了。脱将你得坚强点啊，小心你们变成传说中的女强男弱。深夜和恶魔敞开心扉后，第二天维尔梅轻松的去上课了。想起昨晚的话，阿鲁特的脸就红了，但他又担心维尔梅只是在开玩笑，毕竟他是个封印了几百年的恶魔。阿鲁特甚至还去请教蒂安老师，问恶魔是不是真的会喜欢人类。老师感慨阿鲁特还真是个浪漫主义者，但他的确知道一些相关的知识，说恶魔中真有那么一种专门迷惑人类的，那种东西叫魅魔。老师说那可能和爱情不沾边。阿鲁特满脸求知欲，蒂安老师只能摇头，魅魔只想吸魔力。阿鲁特愣在那，晚饭时也是神情恍惚。维尔梅问他怎么了，阿鲁特鼓足勇气问出口，他是不是只为了魔力才在他身边？维尔梅愣了下，然后拥抱阿鲁特否认，说今天阿鲁特怎么没精打采的，原来一直在纠结这个啊，他怎么可能只为魔力留下？阿鲁特脸红耳热，但心里不信。这时维尔梅给了他一个吻，阿鲁特惊了，魔力没减少。维尔梅得意的哼了声，只能和喜欢的人亲亲我，只求恶魔让人措手不及。维尔梅坏笑起来。阿鲁特总问别人喜不喜欢他，却从没见他主动过。维尔梅凑过去，阿鲁特一下子推开了他，是因为纯情少年接受不了这种攻势。完了，这下你有的忙了。阿鲁特经过这件事，阿鲁特心情好多了。在去学院的路上遇见蒂安老师，阿鲁特赶紧感谢昨天的帮助。蒂安看他脸色好转，知道问题解决了，问阿鲁特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阿鲁特迟疑了下，说还早。蒂安提醒他小心谈恋爱，恋爱中的女孩都是小恶魔。这番话把阿鲁特说懵了。阿鲁特他们走后，蒂安老师把一个女生叫到办公室，用帅气的外表迷惑了她，却是个披着老师皮的家伙。子安一出手就震怒了，表面搞实验，实际上心思叵测。这女生在配合实验后，批发现在宿舍里昏过去了。及时医治虽然保住了性命，一时却迟迟未醒。学生会听说了这事，负责调查的是副会长真王四。今年已经是第4起昏睡事件了，这回昏过去的4年级学生名叫艾玛，她主修冰属性魔法。宿舍长意识到不妙，赶紧施救。艾玛竟然被封在冰里，救她出来花了整整2个小时。真王四感到事有蹊跷，一个中级魔导师的冰魔法不应该这么持久，冰层坚硬异常让人疑惑。杰西卡也是摇头叹气，这已经是第3个昏迷的中级魔导师了，情况看起来像是蓄意为之。学生会长对这事特别上心，真王四也是一头雾水没头绪。杰西卡施压要他赶紧查明真相，不能让会长因此太过担心。真王四不敢违抗会长的意思，只能加班加点翻查资料。另一边的情况是，阿鲁特不好意思说出自己每天都在量身高，他和维尔梅比起来总觉得自己矮了点。倒霉的阿鲁特心里挺受伤，他之所以说出这事，其实都是史魔课的功劳，老师让他们了解自己史魔的兴趣，还有身高体重等各种数据，要把这些都搜集好交上去。阿鲁特怎么敢说维尔梅是恶魔呢？只能假装他是人类去记录数据。量来量去，维尔梅开始解衣服，还拉着阿鲁特手，让他亲自测量每一寸肌肤。阿鲁特差点吓坏了，这一幕全被莉莉娅的史魔看着呢。莉莉娅一听课程内容就猜到维尔梅会搞事，就带着夏洛尔来监督他。夏洛尔对他们的3角关系不太上心，可莉莉娅早有准备，用隐形药水和弄到的钥匙潜入宿舍，让夏洛尔在外面望风。他一去就悄悄进了宿舍。阿鲁特正在给维尔梅亮头围，他刚好把脚藏起来，莉莉娅就进来偷看他们俩。阿鲁特要找书柜资料，却看不见莉莉娅。莉莉娅就站在书柜前不动声色，被阿鲁特一碰差点上天。维尔梅问阿鲁特打败克里斯后感觉如何，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更接近梦想了？阿鲁特摇头，打败克里斯并不代表变强。阿鲁特的答案是肯定的，成为高级魔法师不在于谁力量大，而在于能为魔法界做出贡献。强力只是这过程中的小福利。阿鲁特心里明白，他和克里斯对决时，对方没全力以赴，而是在悄悄引导他，要不然他真打不过克里斯。但他对维尔梅说，只要维尔梅在旁边，他们就不会输给任何人。维尔梅愣了一下，明白了阿鲁特的意思，
这时候阿鲁特问维尔梅，喜欢的东西写上天是可以吗？维尔梅傻愣愣的点了点头。阿鲁特这才想起还得去买东西，就急匆匆叫维尔梅一起出门。维尔梅赶紧在喜欢的列表上加上阿鲁特。可恶，我的纯爱战士之魂快控制不住了。然而问题接二连三，克里斯居然被雷斯科的恐龙打败了。雷斯科的样子明显有点不对头。雷克斯升到2年级时，召唤出了个大龙蛋。同班的天才克里斯看到那龙蛋，也好奇会孵出什么使魔。他俩原本关系还行，但后来关系急转直下，直到阿鲁特介入，才又变得和谐了点。结果这次雷克斯出了问题。另一边，阿鲁特和维尔梅出门买菜。阿鲁特这家庭主妇，负责家里的钱袋子。维尔梅想吃甜点，阿鲁特瞅瞅钱包，这月差不多要超支了，于是说下回一定买。维尔梅立刻不开心了，没得吃甜点，死活不愿走。阿鲁特只得再三嘱咐，晚饭的好好吃，还得洗完澡刷浴缸。维尔梅急忙答应下来。阿鲁特终于给他弄到了甜点，恶魔姐姐开心地抱住了他，亲了一大口。周围的学生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阿鲁特忙不迭地推开维尔梅，大家都看着呢，又不是要传魔力，这样亲近好害羞啊。维尔梅一头雾水，喜欢不就应该可以这样？说不定外面接吻都得传递魔力才行。阿鲁特这下是亏大了，魔力也没了。可恶，但好像这家伙赚到了。这时候雷克斯的小弟跑来了，打断了两人的亲密时刻，说雷克斯又出事了，雷克斯可能中了计，现在失控了，克里斯都被他打伤了，还说要让克里斯求饶。克里斯一边还手一边问雷克斯究竟用了什么力量。雷克斯全身散发出恐龙盔甲的光芒，他自己也搞不懂怎么会这样，只是觉得都不重要了，打算好好报复克里斯。可当雷克斯把克里斯抓起来，心里却没那么痛快，反而更气，心里憋着一团火。他用石头之手打飞克里斯，然后抓起他的衣领，让克里斯还手。雷克斯看到克里斯流泪，当场就愣住了。阿鲁特他们急急忙忙赶到，雷克斯把克里斯扔地上，准备对阿鲁特报仇。阿鲁特扶起克里斯，克里斯让他快跑。阿鲁特气坏了，搞什么飞机？终于撮合你俩成对了，怎么还上手就打人啊？阿鲁特立马准备跟雷克斯一决高下，两个人身上都冒出强烈的魔力。可是雷克斯那边看着特别危险，他背后呼唤出一个巨大的魔铠恐龙。阿鲁特手上的使魔纹章也亮了，正要动手对雷克斯下手。这时候学生会长艾琳娜突然叫停，然后上前一个手握长剑，空中一个斗转体，翻了个3周半，难度系数一个膝盖着地的正义之剑，直接让雷克斯的恐龙化没影了。这时候克里斯也醒来了，艾琳娜赶紧问他现在怎么样。对于克里斯输给雷克斯感到非常不爽，说了洗白能力削弱一半。阿鲁特觉得会长说的太过分，雷克斯还在那儿大叫，叫他别管闲事，然后因为暴走结束了，直接昏过去了。克里斯倒是第一个冲过去，维尔梅眉头一皱，这力量我好像见过。艾琳娜察觉到维尔梅的异样，问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维尔梅轻轻摇了摇头。雷克斯被送往了医院，还没醒。3天之后，学生会召开了会议，猜测雷克斯可能是第5个无缘无故昏迷的受害者，肯定是有人故意这么做。克里斯一拍桌子，气呼呼地走了出去。杰西卡搞不懂状况，克里斯不是前阵子刚弄过那个家伙吗？这会儿怎么看起来这么生气？副会长就在那儿喝茶，年轻就是好啊，自己的东西自己爱咋玩咋玩，但别人可别来乱，真是四爱的世界嘛。同时，莉莉娅端来了初级魔导师的考试名单，阿鲁特还在那儿闷闷不乐。莉莉娅给了他个暴力，叫他别瞎想，快准备考试。等雷克斯醒了，还能在他面前炫耀呢，展现一样的实力。维尔梅这时候跟阿鲁特说，他今天感觉不太好，想回宿舍休息。阿鲁特想陪他一起，维尔梅却摇头说不用。莉莉娅觉得奇怪，因为维尔梅以前总是黏着阿鲁特，这还是头一遭，主动说要分开。阿鲁特感觉维尔梅最近有点异样，好像总在思考什么。莉莉娅倒是不怎么放在心上，因为这样她就能和阿鲁特单独相处了。她一副迷恋的样子，邀请阿鲁特去图书室。另一边，维尔梅确实认出了那股力量，她在转角遇到了阿鲁特的老师蒂安。蒂安主动问好，说维尔梅在老师们中很有口碑。维尔梅不买账，只问蒂安那些昏迷是不是他搞的鬼。蒂安愣了一下，说他不知道什么昏迷事件。维尔梅不理会，他早觉得蒂安不正常，身上总有种低级气息。他不在乎蒂安想用那些东西做啥，甚至觉得那都无所谓，但还是劝蒂安别再这样了，那力量太过强大了，普通人根本驾驭不了。维尔梅决定不把这事告诉阿鲁特，但他严厉警告了蒂安，如果他敢伤害阿鲁特，他绝对不会放过蒂安。蒂安吓了一跳，才注意到维尔梅眼睛的变化，怪不得他看不起自己的实验，原来维尔梅才是大 boss。但蒂安根本没打算停手，他用纸人迷惑维尔梅，瞒着他的眼睛，趁机给维尔梅打了药，药物直接注入了维尔梅的脖子，受药物影响，维尔梅体内的魔力开始失控。这时，莉莉娅在图书馆正想拉阿鲁特的外套，阿鲁特和莉莉娅手拉手扭打起来。阿鲁特突然感觉手背一热，感觉到了不祥的力量，他们俩都惊呆了，然后就看到巨大的魔力在周围爆炸开来。莉莉娅立刻拉开窗帘确认爆炸方向，同一时间
学校里的5个高级魔导师都感受到了那份魔力，就连女仆也感觉到了这股奇怪的气氛。阿鲁特立刻跑了出去，与此同时，会长埃琳娜也拿着剑冲了出去。埃琳娜中途被纸人拦下，纸人从小变大成了巨人，然后说他们的计划还没完成，他不可能让埃琳娜就这么过去。另一边，注射了魔药的维尔梅开始失控，他从人变成了恶魔原形，只是随手一挥就把蒂安后面的路给掀了。蒂安既兴奋又紧张，这时阿鲁特也在赶过来的路上，暴走的维尔梅被锁链锁住了。阿鲁特赶到了，看到维尔梅完全失控了，蒂安老师竟然正拽着绑着维尔梅的锁链，还在那儿嘚瑟他的胜利。阿鲁特吓坏了，蒂安真是个变态，这变态行径名副其实。蒂安还一脸笑容，开始给学生解释他干的事。他把恶意元素用魔法压成了真剂，然后就把这真剂打进了恶魔体内。他甚至还在不少学生身上试验过，幸好实验成功了。现在连真恶魔都得听他的命令。阿鲁特和莉莉亚愣在那，听着蒂安自爆是他干的一切。实验终于成功，他再也不用伪装。一想到维尔梅被老师搞成这样，阿鲁特气得要爆炸。他背后的魔力疯狂涌出，蒂安越发激动了，但还没来得及炫耀，手里控制恶魔的锁链突然就断了，维尔梅彻底失控了。3个人都吓了一跳，只见维尔梅扬手向蒂安攻击，阿鲁特本能的冲上去挡，结果被刀刃刺中。莉莉亚脸色惨白，看着阿鲁特倒下，维尔梅的意识被封在深海里，那种感受他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直到阿鲁特把他从深渊里救出来。这一刻，维尔梅意识回来了，却看到自己刺中了阿鲁特的心脏。维尔梅意识到这个事实，虽然还在狂化中，维尔梅的眼泪却夹杂着血。阿鲁特是否还活着还是个谜。维尔梅变得更加不受控制，看样子要再次爆发了。阿鲁特却紧紧抱住了他，这时候动手只会让事情更糟。作为他的主人，阿鲁特要保护好维尔梅。维尔梅愣住了，在阿鲁特的话语中，他慢慢平静下来。维尔梅满是懊悔，阿鲁特却告诉他没事，大哥你胸口被刺穿了，快点别拖了，得去医院。然而话音刚落，阿鲁特就倒地不起。维尔梅站在那里一丝不挂，莉莉亚快要崩溃了。阿鲁特这下真的没了吗？维尔梅摇摇头，他不会让阿鲁特就这样死在他面前。恶魔挥了挥手，居然让阿鲁特的伤口复原了。蒂安目瞪口呆了，搞什么鬼？恶魔居然能现场救活人，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老师觉得受辱了，再看维尔梅那眼神充满了鄙视。蒂安气急败坏，猛地扎了自己一针，决心让自己变异来报复。莉莉亚不敢出声，蒂安老师全身开始变形，成了一个满是眼睛的怪物。这还是蒂安的得意作品，他号称为了数百只下界恶魔才形成的存在，他居然跟着怪物合体了。阿鲁特，你醒了吗？看看你救了个什么东西。蒂安老师一脸轻蔑，觉得有了这强大的恶魔，维尔梅就是真恶魔又如何？他一样能把他碾碎吸收掉。老师暴走了，挥舞着那巨大的恶魔手臂，想用那像电钻一样的拳头攻击维尔梅。维尔梅连眼都不眨，轻轻一拳就把蒂安打得半边身子粉碎。真又是改名金装的奇遇，估计也没人反对。老师发现打不过，只能嘴硬的想飞上天逃跑，以为飞上天就能安全着陆。结果克里斯骑着龙出现了，他的火球正中蒂安的翅膀，维尔梅瞬间出现在蒂安面前。这下蒂安慌了，想求饶，却遭到维尔梅一顿猛击，直接被砸回地面。地面上的那个超强混合恶魔，维尔梅随手一击就被轰得无影无踪。但维尔梅并没有真的杀了蒂安，毕竟阿鲁特曾经拼命地阻止过他。莉莉亚看到阿鲁特醒了，紧张地扑进他怀里。莉莉亚还以为阿鲁特不会再醒来。阿鲁特发觉自己的伤口不见了，下意识瞥了维尔梅一眼，发现他在一旁不高兴。学生会长也解决了蒂安的同伙，对方留下狠话说改日再战，就消失不见了。维尔梅关心地问阿鲁特有没有觉得不舒服，阿鲁特摇摇头，看维尔梅自责的样子，阿鲁特赶忙说自己没事，感觉精力充沛，毕竟由维尔梅治好了。虽然维尔梅看起来没那么轻松，他告诉阿鲁特，那一击其实是直接穿过了阿鲁特的心脏，他其实死了一次，现在能恢复，全是维尔梅用魔力修复的。阿鲁特对自己的情况并不担心，维尔梅只能把真相告诉他。阿鲁特现在的心脏，维尔梅给的心脏原来是恶魔的心，现在他们俩共用一颗心了。维尔梅要是有个3长2短，阿鲁特也得跟着没戏。阿鲁特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第一反应是人的生命本来就短，维尔梅把自己的心分一半给他，意味着维尔梅也会因为他而死。维尔梅沉默不语。蒂安老师后来被警察抓了，会长向学校汇报了情况，碰上了蒂安的帮手，被蒂安攻击的学生们都醒过来了。雷斯克和克里斯的关系也有新进展，就这样这件事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事成之后，阿鲁特和维尔梅关系也变了，因为心脏的关系，反倒是阿鲁特开始依赖维尔梅的力量了。第4块碍事让家里人都惊了。阿鲁特发现维尔梅变得不爱说话了，他问维尔梅为啥变这样，维尔梅说自己是灾星，不应该随便和人接触，他觉得自己只会带来倒霉。阿鲁特逼问原因，他才说出他打算吸收阿鲁特的魔力，再输回给阿鲁特，等阿鲁特的心脏稳定了，他就要找本书把自己再次封印起来。阿鲁特一听就火了，
维尔梅吓了一跳。这时候阿鲁特冲上去，直接亲了上去，但他并没有吸走他的魔力，两人立刻调换了攻守。现在是男方在主动攻击，女方在防守。阿鲁特说他绝对不会让维尔梅离开，说完就尴尬的逃跑了。维尔梅突然想起阿鲁特以前说亲吻是喜欢的人之间的事，维尔梅脸一下就红了。我3岁就开始练枪，5岁开始四处征战，10岁就已经无人能敌，15岁踏遍天下，20岁不过是尝了点甜头，然后死在故乡。纯爱这是直接冲去结婚吧，只要有胆量，恶魔也会休产假。当然阿鲁特还没那么大胆，他只希望维尔梅能一直在他身边。维尔梅听到阿鲁特做梦还叫他名字，心里既窝火又甜蜜，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但阿鲁特没想到，蒂安翻车了之后，受伤最深的竟然不是敌人，而是学校的女生们，她们都开始犯难了，男生们也没了精神。阿鲁特大吃一惊，男童居然就在他身边。男生们反驳说，他们想见的是维尔梅。阿鲁特也没辙，维尔梅确实现在不太对劲，他打算放学后带点心回家。另一边，维尔梅一个人在河边发愁，莉莉亚找到了他。尽管之前一直对维尔梅有所怀疑，但知道他是恶魔后，莉莉亚没有趁机落井下石，只是警告他别对阿鲁特做什么奇怪的事。维尔梅回想起昨晚的吻，想到这心就砰砰跳。莉莉亚看着，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但并没有追究，只要阿鲁特还好好的就行。维尔梅心里满是疑惑，是不是莉莉亚看出了什么，一点儿害怕都没有吗？莉莉亚被吓了一跳，维尔梅会不会真的要对他出手啊？维尔梅急忙一再否认，莉莉亚更加困惑了，他到底在怕什么呢？发现维尔梅对自己身为恶魔挺纠结的，莉莉亚就直接开牌了。她说问题不在于种族那些事，人类里好人坏人都有，这次干坏事的不也是人类中的老师吗？关键看维尔梅和阿鲁特怎么看待彼此。莉莉亚信得过阿鲁特，她不会让维尔梅做坏事的。为啥维尔梅就不能多信任阿鲁特一点呢？其实魔导师总是愿意为自己的使魔付出的。莉莉亚这么劝他，真是不好意思阿鲁特，我差点就误会一场了。阿鲁特一回家就发现维尔梅不在，他找了一大圈，正好维尔梅从外面回来了，两人对视了一眼。维尔梅有点害羞的回答，他说他听了阿鲁特昨晚的话以后，自己一个人想了很久，他的过去和带来的灾难确实不少，他原来是担心阿鲁特也会受伤，但是阿鲁特坚定的承诺让他心动了。维尔梅想要留在阿鲁特身边，和他一起过日子。阿鲁特总算是松了口气，他以为自己是单相思，要是维尔梅执意要走，他会好难过。阿鲁特点了点头，发誓要做个好主人。维尔梅觉得阿鲁特已经做得够好的了。阿鲁特想让维尔梅多撒撒娇，他买了好多甜品，结果维尔梅竟然不想吃甜的，只想跟阿鲁特在一起，爱到极点。他只想亲亲阿鲁特。阿鲁特愣了一下，这样一来，难道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吗？维尔梅摇了摇头，当然不一样。他希望阿鲁特主动吻他。就在今天河边的时候，头脑里满是阿鲁特的影子，阿鲁特还能忍得住吗？直接来了个KSS，甜到爆表。第二天一来，维尔梅恢复了平常，前天的毛衣在打斗中弄破了，老师给阿鲁特发了套新校服，可维尔梅的尺码真的是挑战常人极限，现在又没别的地方能买衣服，维尔梅只好将就着穿。在魔法宫殿的另一边，两位顶尖大魔导师正在议论翻车的蒂安。蓝发少年心里明白，蒂安不过是个菜鸟，白发女士稍微有点迷惑。蒂安的研究其实挺有意思的，要是公之于众，名次早晚的事。少年摇摇头，玩那些劣质剽窃的研究是出不了头的。他随手就把偷袭的和尚给打飞了。两人稳占了这个位子，也不急着参加接下来的活动。蓝发的艾欧莱特，身为前特级魔导师，虽然已经不在名册上了，他的实力可不是开玩笑的。旁边的白发克利欧朵尔，他现在可是正牌特级魔导师。显然这里面有场高层的暗斗，正在悄无声息的酝酿。阿鲁特和维尔梅还在蒙圈中，维尔梅换上校服的样子，班上的男生们都看呆了，大家都夸阿鲁特是个天才。班长跟阿鲁特说，别胡思乱想了，先把眼前这个初级魔导师考试过了再说。阿鲁特跟维尔梅点头表示，他们得更努力了。维尔梅表示同意，然后把阿鲁特按到走廊偏僻的角落，猛地亲了他一口。阿鲁特有点不好意思，维尔梅却说这是给考试加油，魔力要加倍供给才行。他边解衣服扣子边问阿鲁特，难道你不想亲亲我吗？阿鲁特还小，承受不了这种诱惑，一直退后，但最终还是跟维尔梅精神抖擞地回到了教室。莉莉亚怀疑地看着他们。这时候学生会的主副会长还有觉得委员冲进了2年级教室，学生会会长直接走向阿鲁特，宣布要把他拘留起来。阿鲁特被带到学生会的小会议室，会长先是道歉，因为之前没能及时赶到。阿鲁特总算松了口气，他就怕学生会的人知道了维尔梅的真面目。但会长话锋一转，提到这个案子里有很多疑点，说他们要彻底弄清楚。可是蒂安已经逃出监狱了。阿鲁特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问蒂安的情况，会长的脸色就沉下来了，问阿鲁特是不是隐瞒了什么。阿鲁特刚想反驳，这时委员长和副会长一左一右围住了阿鲁特和维尔梅。维尔梅根本不把副会长的攻势放在眼里，
副会长也不怎么在意，他就想拖延时间，等到时间一到，阿鲁特就会被委员长给制服了。阿鲁特硬是忍住，不肯吐露实情。维尔梅给他使了个眼色，阿鲁特没办法，只好说了。原来维尔梅是个恶魔。会长脸上露出明白的笑，其他2个人都吓得瞪圆了眼睛。阿鲁特赶紧解释，把心脏的秘密也说出来，向大家保证，维尔梅不是坏恶魔，他没做过之前的那些事。要是学生会要追责，直接找他就行了，就算被开除出学校也无所谓，他还有别的方式继续追梦就是了。但如果他们敢对维尔梅动手，阿鲁特肯定不会饶了在场的任何人。会长说没那事，他不是来责怪谁，也不打算告诉老师。委员长一时愣住了。会长说始末都是一视同仁的，副会长也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目前他们还不清楚黑暗的同伴是谁，所以连老师们也不能完全信任。委员长还是觉得恶魔很危险，会长则是摇摇头。刚阿鲁特也提过，心脏是共生的，如果有问题，直接对付阿鲁特不就行了？维尔梅不太高兴，直接问会长到底打算怎样。会长笑笑，却没透露他的计划，反而邀请阿鲁特加入学生会执行部。原来是个病娇。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真会发生吗？艾琳娜会长的邀请真突然，阿鲁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艾琳娜给的理由很充分，被阿鲁特和维尔梅打败的克里斯在学校可是数1数2的。阿鲁特和维尔梅这实力其实挺厉害的。既然这样，干嘛不加入我们学生会呢？一起让咱学校更美好。会长那诡异的笑容，阿鲁特有点犹豫，惹不起龙王啊，小心被他记恨3年。当莉莉娅他们知道后，阿鲁特竟然被会长钦点加入学生会，都羡慕的不行。夏罗尔觉得阿鲁特挺能的，毕竟是打败了克里斯的人。马克思夸的阿鲁特飘起来，2年级就进学生会真少见。莉莉娅记得阿鲁特之前就想进学生会，恭喜他终于如愿以偿，同时也不忘告诉他，这次考试他可不会输。维尔梅看阿鲁特，看他愁眉不展，一问才知道，阿鲁特担心维尔梅暴露身份后会有麻烦。维尔梅对那件事不在乎，反正也不是天天有。不过他提醒阿鲁特，艾琳娜那人不简单，维尔梅让阿鲁特把他真身说出来，要不然再晚点，阿鲁特可能就危险了。阿鲁特叹了口气，经历了今天的事，感觉自己太弱了，保护不了维尔梅。如果再来这样的威胁，维尔梅的身份肯定保不住，早晚会被人知道，那时候他可能会被人追打。阿鲁特决心要强起来，没想到口不择言，阿鲁特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维尔梅却说他听了很开心，阿鲁特这么说让他觉得温暖。阿鲁特想变强的心意，维尔梅就给他加码补魔。阿鲁特连老婆都打不过，只能捂脸。他知道他必须变得更强，不行得给家里撑撑场面。我的意思是，击毙上也没啥不可以，哈哈。在另一边，会长一直在找那恶魔，祈祷完，他一剑斩掉了神像的头。他很期待维尔梅这个所谓历史上最大的灾害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惊喜。阿鲁特为了保护维尔梅，就直接吐槽，他说迟早有一天要成为这世界的顶尖存在，言犹在耳，就推门进了学生会。然后就看到会长他们换衣服了，挑战委员脸红的像苹果，阿鲁特差点被人家剁了。艾琳娜挥挥手，说是他们没锁门，阿鲁特不是故意的。挑战委员惊了，他还没出嫁就给人看了。艾琳娜和克里斯也吓一跳，没想到杰西卡竟然是这么纯情，他们淡定的反应反倒让杰西卡怀疑自己。艾琳娜拿出个装小纸人的盒子，对大家说这是他交手的对手留下的东西。克里斯看到小纸人上有很多魔法符号，会长说这东西魔法警察那边也查过，但是因为上面的魔法符号密塔里没有记录，魔法太复杂了，警察们也没法调查了。这就说明他遇到的对手已经深入魔法的深渊了，自己就能改变魔法世界的超级魔导师。这时候艾欧莱特和赫利欧进了房间，发现也是特级魔导师的琥珀宫回来了，他正盯着那个被关在瓶子里的像是克苏鲁一样的东西，听说这是艾欧莱特是从那个顶级魔导师大森镇那儿得来的。琥珀宫就好奇了，艾欧莱特怎么说动那顽固的老头？别看大森在特级魔导师里也算是个大佬，艾欧莱特说是他把人家给忽悠了，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琥珀宫没带回来的那个阿鲁特和维尔梅。与此同时，阿鲁特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废墟前哭的小维尔梅。阿鲁特想过去安慰那时候的小维尔梅，结果被个神秘的白袍女人带到另一座废墟去了。女人给阿鲁特指了2条路，一条是为众生走正义之路，另一条是为了某个人走向毁灭之路。神秘女人问阿鲁特怎么看待维尔梅，还没等阿鲁特说话，他就从梦里惊醒了。失眠的阿鲁特只好爬起来看书。维尔梅醒了后，让他放轻松点，虽然考试快到了，但那初级考试学校里一半的人都能过，阿鲁特的成绩显然是没问题的。阿鲁特挠挠头，笔试他倒是挺有把握，但实战考就不好说了。学生会的人也提醒过，特别是克里斯，看那样子好像阿鲁特要是考砸就准备收尸似的，所以阿鲁特现在紧张得很。维尔梅一把拉起阿鲁特，既然这么紧张，那就找点轻松的事做吧。阿鲁特直接扑到了那个波涛汹涌的场景，脸憋得通红。
阿鲁特看到自己的恶魔在嘴边做了个虚的手势，然后他就被推了出来，又补了魔力，好像停不下来。到了第二天，阿鲁特看着桌上的封印维尔梅的书，忽然想起昨晚梦里的那个神秘女人，随手把封印的书塞进了复习资料包里。5个人直奔考场，莉莉娅看起来精神满满。阿鲁特虽然没怎么睡，但魔力超常充沛。这次初级考试并不是在学校里举行的，所以阿鲁特他们奥尔提基亚学院的出现引起了不少其他学校考生的注意。毕竟是王都里最难进的学校，奥尔提基亚学院的初级考试通过率超过半数，严格规定4年级以上的学生必须是初级魔导师，其他学校通过率就只有1/10，而且没有具体要求。莉莉娅好奇地问：“马克思，你是怎么考进来的啊？”马克思得意地说：“他有秘密武器呢。你提到的秘密武器，不会就是金钱能力吧？”第一场考试是实战，实战测试场虽然有10个，但每个考场的人都挺多。阿鲁特注意到不少人在讨论，仔细一看，中央的水晶里有一团火。这时候考官出现了，夏罗尔吓了一跳。监考的是王力魔法军法兰克斯大佐，他还负责挑选特别部队成员的恶魔教官。这次考试的题目是魔力攻击。法兰克斯后面的水晶，这是用来测试魔力的装置，水晶里头有个火焰，学生得往里灌魔力，好让那火焰变个样，就这样来评出成绩。周围的人都舒了口气，觉得这测试太轻松了。阿鲁特却敏感地察觉到这水晶有点问题，他感觉这考试不会那么简单。这时候维尔梅拍了拍阿鲁特的肩膀，阿鲁特也放松了一口气，鼓足了精神准备考试。加入学生会之后，阿鲁特被家里的魅魔逼着加练魔力，满腔热情参加考试。要说关于魔法的考试，跟修真差不多，测试的是跟元素有关的技能。这时候一些小天才就心里有数了，不就是给水晶球灌点魔力，让火焰跳动起来吗？这种粗暴的方式还用得着思考吗？但事实上还真得用脑子。排了60-70个人，没一个能把火点着。不懂的还以为这水晶球是不是拿破仑传做成的，根本就点不着火。直到莉莉娅上场，王国最牛的魔法师学院有点像异世界的霍格沃茨，莉莉娅能排在2年级前几名，显然不是普通角色。虽然平时有点败犬气，但关键时候情商智商都很在线。这次考试，他第一个找到漏洞，不是要给水晶球注魔力，而是球里的火焰。莉莉娅就呼唤出自己的使魔，2个人一起努力，水晶球里的火焰瞬间爆发。教官满意的点了点头，终于看到个不差的，不错，终于有人表现的不错了。好多人都羡慕的不得了，当然也有人心里不爽。作为霍格尔王国顶尖的魔法学院，自然少不了竞争对手。这时候就出现了对手学院的学生冲上前来，虽然想不起来这是哪所学校，但看到别人把整个水晶球点亮，都不由得点头认可。这家伙魔法挺厉害的，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更得保持学校的荣誉。因此女仆也轻轻松松点亮了火焰。马克思上场的时候看着挺吃力的，但还是勉强让火焰动了动。监考老师也点头了，奥尔提基亚的学生也算是挺不错的，但法兰克斯还是觉得不够好。奥尔提基亚应该是王都魔法第1学院，天才应该到处都是，魔导师应该多得像狗一样。虽然大家表现都挺强，但他总感觉还差了那么一点。最后轮到阿鲁特测试，阿鲁特带着维尔梅走上前。先前那些炫耀的学生嘲笑说他带了个监护人，不过监考老师清楚维尔梅是阿鲁特的使魔，他很感兴趣，毕竟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人类使魔。阿鲁特和维尔梅站在水晶球前，这才发现原来水晶球这么大。阿鲁特对魔法的感应特别灵敏，之前就觉得有什么不对，他绕着水晶走了一圈。莉莉娅满脸疑惑，阿鲁特心里有数，原来水晶外面布满了魔法回路，曲曲折折，没办法直接把魔力送到火焰里，但他已经找到了最短的路径，而且确定了魔力传输的位置能改变。法兰克斯点头表示赞同，居然发现了隐藏的考题，水晶球内确实有特殊的回路，只有精通魔法知识的人才能看出来，而且得是观察力超强的，眼尖的人才发现得了。阿鲁特还没开始测试，法兰克斯心里就觉得他过了。维尔梅看他要走最短路线，马上叫停了阿鲁特。阿鲁特立刻懂了维尔梅的意图，叫他别藏着掖着，就出实力来，要挑战就挑最难的。阿鲁特选择了最难的路径，一接触火焰就爆了起来，银色火焰把水晶点亮。法兰克斯吓了一跳，这么难的路线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魔力，而阿鲁特自己倒觉得这比他给维尔梅传魔力还简单。维尔梅一声令下，他就全力以赴了，放手一搏，水晶被魔力冲垮，一下子就碎了。爆裂的水晶把考生们惊呆了，幸好阿鲁特是最后一个，要不其他考生非得揍他不可。阿鲁特平静下来，赶紧道歉。法兰克斯抛开考试规则，直接说阿鲁特实战已经过关，这实力摆在这里，要是不合格，考场上没人及格了。阿鲁特高兴的道谢，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走了。法兰克斯心里明白，单靠魔力就让水晶爆了，上级魔导师都难，更别提特级魔导师了。他只能叹息人胜救人，快把他淘汰了。下午是笔试部分，大家在院子里边吃边聊，都庆幸阿鲁特不用赔水晶。
莉莉娅好奇马克思的秘密武器，毕竟考试时没看他使出来。谁知马克思拿出个铅笔，铅笔尾巴上刻着答案。马克思的秘密武器就是这铅笔，居然是幸运铅笔啊！他说能够考试全靠这神笔，百分百准的铅笔厉害还是铅笔算个啥？关键是你这家伙超强的。莉莉娅只能叹气。笔试看着简单，要满分可是天方夜谭。夏洛尔同意这话，他知道有个特级魔导师考了4次。考卷每次都是满分，阿鲁特听了大吃一惊。维尔梅环着他的脖子，他信阿鲁特也能达到那水平。姐姐你别逼孩子学那么狠啊！莉莉娅点头表示同意，不追求满分，目标是人人都过。阿鲁特这下轻松多了。开考前的最后时刻，维尔梅又把阿鲁特拖到角落里没轻没重的，这时候还答题呢，来搞我啊！宋姐姐快点来看我吧！阿鲁特怎么挣扎都没用，只能被硬拉去演大强小的戏。考试就要开始了，他赶紧往考场走，正巧路过做实战演示的同学，阿鲁特还是面带微笑，原本想祝大家好运，结果那个自认不行的人不领情，还以为阿鲁特看不起他，急忙跑厕所洗把脸去了。身后突然出现了艾欧莱特，把他吓一大跳，一激动就满嘴脏话，让艾欧莱特小心点。可小艾哪是善茬，出手就是干脆利落。只看那个家伙裤裆的血迹，艾欧莱特用的估计是那种早就失传的狠招，他其实只是想要考试合格证明而已。另一头，杰西卡和艾琳娜正凭剑术，会长一举手，杰西卡就败了。两人一起去泡澡，聊起了阿鲁特和维尔梅的事。杰西卡搞不懂阿鲁特怎么就那么信任维尔梅，还把特级魔导师扯进来了。艾琳娜觉得这就像奇迹，她好奇人类和恶魔的爱能持续多久。杰西卡愣了下，艾琳娜笑了笑。比试就要开始了，希望能顺顺利利的。阿鲁特急匆匆往考场跑，比试是不能带使魔的。阿鲁特叫维尔梅自己找乐子去，他匆匆忙忙进考场，找到座位坐下，旁边的考生也来了。艾欧莱特看着阿鲁特，热情地招呼起来，主人考试去了。维尔梅无聊地坐着，路过的监考官都说实战考试难上加难，比试难度估计也不小。高情商的说法，这样能挑出更优秀的魔导师；低情商的反应，全给我挂科。维尔梅信阿鲁特能过，毕竟他说过要变强以保护自己，于是开始疯狂学习。维尔梅一想到这，脸上就红了。而这时阿鲁特在检查试卷，都会作棒，就是得合理分配时间。没想到旁边的考生居然睡着了，阿鲁特不能分心，赶紧专心做题，要不之前熬夜刷题就白费了。这一番下来，阿鲁特突然惊觉，他知道答案，但这种题目通常中级魔导师才遇得到，这可是高级内容。幸好阿鲁特成绩优异，学习面广，正在努力写着。这时候艾欧莱特醒了，阿鲁特看了下时间，开始担心艾欧莱特来不及完成。谁知艾欧莱特一瞥题目，轻而易举就写出答案。阿鲁特吃了一惊，艾欧莱特凑过来看阿鲁特的答案，老师叫他们别小声说话。艾欧莱特耸耸肩，说不急，反正考试对他马上就不重要了。阿鲁特一愣，还没来得及问，监考老师突然冲进来，说厕所里发现了个考生。监考老师惊了，说不对啊，人数都对的。然后他反应过来，艾欧莱特嘴角一撇，考场瞬间乱成一团。我的天啊，这考试我们熬夜复习呢！你这个混蛋！瞬间所有人都感觉到魔力波动。维尔梅马上想到阿鲁特，烟雾慢慢散去，艾欧莱特坐在巨大召唤兽上，微笑着爆出阿鲁特是恶魔主人的秘密。再看艾欧莱特毫无同情心地打监考老师，阿鲁特明白了，这家伙肯定是蒂安的同伙。这时候大佐冲进来，拍飞召唤兽的手臂，救了监考老师。同时维尔梅突破窗户闯入其中，阿鲁特发现后立刻掩护他，两人开始攻击艾欧莱特。大佐见识广泛，一瞥就看出来艾欧莱特是那个超年轻的顶尖魔导师，神秘那个。在夏洛尔眼里，所有考试都是满分的怪才，魔法界的奇才艾欧莱特，他的神秘魔法能造出生命来，都说他触摸到神的境界了。但这个天才怎么会干这种事？艾欧莱特认出来了，法兰克斯大佐。不过他没把3个人放在眼里。至于被兵们护着的莉莉娅和其他人质，艾欧莱特也没留他们。他挥手召唤出魔杖，他剩下3人都感觉到了他身上散发的杀意。莉莉娅被带出考场，救援队伍赶来了。莉莉娅趁乱第一个冲回考场门口，救援队伍跟着他。夏洛尔和鸟克斯也想进去，没想到莉莉娅他们又跑了出来。原来考场里已经布下空间，传送魔法，外面的人进不来。克里欧多尔在后方布魔法。考场里头，阿鲁特和维尔梅正挨艾欧莱特的战车轰炸，召唤物不停的炮击，阿鲁特挡不住攻击，维尔梅也是越打越落下风。艾欧莱特轰完之后叹了口气，说这恶魔也就这样。没想到重伤的阿鲁特还能站起来回击，艾欧莱特有点吃惊。阿鲁特说过要保护维尔梅，大佐和艾欧莱特都惊讶了。他用的竟是金色魔力，还没结束呢。这魔力里还有阿鲁特的银色魔力，几乎一瞬间，阿鲁特就把钳制维尔梅的战车给毁了。艾欧莱特立马来了精神，他又召唤出新的战车。谁知道阿鲁特又是2下子魔力把他打趴了。看阿鲁特这下是要变超级赛亚人了。维尔梅急忙上前拦着，可惜迟了那么一点。冲动的阿鲁特已经举拳冲上去了。为你先冷静下，
这里是魔导师考场，不是近战战斗场吧？怎么这些法师都爱打近身战？看不起传统法术的吗？艾欧莱特召唤的骑兵一下就穿透了阿鲁特，维尔梅觉得心疼，阿鲁特一疼，他也跟着倒地。可骑兵其实就穿了阿鲁特衣服。阿鲁特问艾欧莱特：“你找维尔梅有什么目的啊？”艾欧莱特也不藏着掖着，直接说出了他们的计划，就是要毁掉这个世界，所以需要恶魔的力量。维尔梅也在其列，他让阿鲁特别有压力，毕竟恶魔也不是啥好货。维尔梅有点伤心，阿鲁特气得不行，想直接揍他，却被艾欧莱特抓住了手腕，一把摔倒在地。维尔梅激活恶魔形态，准备反击，谁知道艾欧莱特用一个封印锁链，就让他力尽昏倒了。阿鲁特紧抓艾欧莱特的脚，叫他别碰维尔梅。艾欧莱特真是哭笑不得，这事没完没了。本来不想弄死阿鲁特的，可阿鲁特不懂珍惜，艾欧莱特决定用大炮结束阿鲁特。没想到骑士的光束就这么落下了，没留下一点伤口，一层轻飘的立场就挡住了那攻击。这时候阿鲁特注意到背包里那本随手塞的封印书飞了出来，书里跳出来一个印象中的神秘女性。阿鲁特一眼就联想到那个奇妙的梦，神秘女性对他们俩说，她是最初的魔导师，第一个深入神的深渊的人，她还封印了维尔梅。阿鲁特吓了一跳，女性挥了挥手，告诉他维尔梅是自己找他要求封印的。维尔梅觉得自己做坏事太多，神秘女性不这么看，所以封印时他在书里留了一部分银子，告诉阿鲁特维尔梅现在被困的其实是他的旧时记忆。勇敢的少年啊，想不想体验一下维尔梅的过去呢？阿鲁特马上答应，他始终支持自己的使魔。艾欧莱特在一旁听着，心想他们俩真不把自己放眼里。刚放了个攻击，女性就带阿鲁特进入了维尔梅的内心世界，那一刻外面的时间静止了。艾欧莱特心想战不过就开挂啊，他从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这比他一个大师级别的去炸鱼汤还离谱。阿鲁特在梦里看到了维尔梅小时候的样子，那得是500年前吧。阿鲁特现在的王城还没建好的时候，女性告诉阿鲁特，如果维尔梅不能走出梦境，阿鲁特也得在这里一直待着。过去的恶魔大姐姐500年前还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她拿着自己做的花冠跑向修女，修女很温柔地弯腰接受了礼物，其他小朋友都哭着喊维尔梅作弊，都想过来和修女亲亲。那时候的维尔梅很幸福，虽然他们不是亲生的，她还是有了真正的家。维尔梅住在城边上那个穷修道院里，从小就在那儿长大过去。只有修女知道维尔梅是恶魔的是过去，维尔梅总感到困惑。尼埃尔跟他说恶魔是神的敌人，那信神的修女为啥对他这个恶魔那么好呢？那个温柔的修女把维尔梅的恶魔家葬得好好的，因为他们已经是家人了。修女愿意为了家人与神对抗，在那个年代，恶魔是让人恐惧的存在。收留恶魔的修女一定是个圣人。阿鲁特在天上默默看着维尔梅小时候的模样，他感觉不太对劲。维尔没有这样的人陪伴，他后来为啥还要把自己封印起来呢？魔导师没回答，让他接着看。孩子们发现了维尔梅的脚，就开始砸石头还有恶言。阿鲁特气得牙痒痒，恨不得立马冲下去教训那些熊孩子。尼埃尔及时出现，赶跑了那帮孩子，发现了维尔梅的秘密。维尔梅手忙脚乱，遮住脚，蜷缩成一团。尼埃尔看恶魔可不高兴，但他还是把维尔梅抱了起来，保证会保护维尔梅。维尔梅是恶魔的消息四处传播，小镇人聚在修道院外面吵闹，让那恶魔混出来。修女像圣母一样保护孩子们，她相信神会帮忙。传染病爆发，大家都说是恶魔害的，人们拿着工具包围修道院，要求修女交出恶魔。修女愤怒地开门对抗众人，不允许别人侮辱她的孩子，即使神原谅她也不会原谅。修女的话没人听，人们要冲进去抓恶魔。维尔梅知道都是因为她，她紧了紧裙子准备说话。尼埃尔一把拉着维尔梅到门口，让她快跑，逃离这个地方能逃多远就多远，剩下的他会处理，等一切平息了再一起生活。维尔梅不想走，尼埃尔心怀愧疚，紧抱着维尔梅说对不起，他不能留下修女和孩子们逃走，自责自己太无能，保护不了家人。维尔梅明白这是唯一的出路，他勉强笑着安慰米埃尔，说一切都会好的，和大家最后一次拥抱。维尔梅跑出修道院，人们发现恶魔逃了，就把怒气撒在修道院的人身上，叫嚷着要逮住他们，问出恶魔藏身之处，说要找到恶魔就把他碎尸万段。藏在暗处的维尔梅吓坏了，但想到家人，他还是决定回去，只要他被抓，修道院的人就能安全。维尔梅冲回去时，却看到家人被吊在树上，他的家人已经被杀了，咒骂那些连孩子都不放过的畜生，说这些人都该死，全都该烧死。维尔梅彻底失控了，他跪在修女脚下痛哭。修女曾温柔地摸他的头，说神最爱善良的孩子，他是个好孩子，神会照顾他的。但为什么好人会受这种待遇呢？人们发现了维尔梅，他就要把他吊起来处死。维尔梅挣扎着，完全像个真恶魔，他的眼泪都是血，他大喊一声变成了恶魔形态，周围的一切瞬间化为灰烬，家人的身影离他越来越远。阿鲁特吓坏了，
看着废墟旁哭泣的维尔梅，整个城镇都被他的力量摧毁了。这是他生来就有的力量，能让生命和大地都消失的破坏之力。从这场灾难到维尔梅被封印的年，维尔梅被当成历史上最大的灾难，遭受了无尽的迫害。在恶魔圈里，他的力量是最难搞的一种，让人提都不敢提。阿鲁特真的能带他平安回家吗？魔导师还没说完，阿鲁特就毫不迟疑地飞到了维尔梅旁边。他一点也不觉得维尔梅恐怖，反而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特别心疼。维尔梅看到了阿鲁特，觉得自己做了不可挽回的事，觉得没人会原谅自己。阿鲁特只是轻轻地把维尔梅搂在怀里，轻声说没事的。他心里一直有句话，现在得对维尔梅说出来，辛苦你了。他这么一说，维尔梅又变成了成年人，但在阿鲁特怀里，他还是哭得像个小孩。维尔梅哭着说他杀了好多人，这是他一直不敢说，他怕阿鲁特知道了会不喜欢他，他觉得自己是这世上不该有的怪物。阿鲁特怎么可能不喜欢自己亲爱的妻子呢？不管你是恶魔还是最坏的灾难，要是和你在一起算作恶，那我宁愿不当好人。阿鲁特紧紧握着维尔梅的手，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成了你的敌人，我还是会永远陪在你身边，我想这辈子都和你在一起。两人的甜蜜像狗粮一样扑面而来，一吻之后，维尔梅身上的锁链都碎了，维尔梅心里的疙瘩终于解开了。艾欧莱特没想到这俩人这么难对付，他们连传说中的魔法道具都能破。但艾欧莱特心想还没完，下面才精彩呢。石巨人被组装一番后，变成了双枪手半人马，还能喷火。艾欧莱特边组装边挑拨两人关系。阿鲁特已经摆脱了锁链，也肯定看到了维尔梅的过去。拥有恶魔力量的人不应该留在人间，尤其是像维尔梅这样的，他的力量太强大了，是世上的大忌，只要用对了，世界毁灭都是小事。这种力量应该为我们所用。阿鲁特回了一句：你放弃，不管是恶魔还是灾难，他们从没真正理解过维尔梅。你知道维尔梅喜欢甜食吗？你见过他笑的样子吗？你知道他对那次灾难后悔到什么程度吗？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维尔梅，哪怕一根头发。别误会，我们俩没在谈恋爱，懂那么多干嘛？想守护维尔梅吧？那好啊，那就先解决眼前这个敌人。半人马凝聚了一个巨大的魔法球扔过来，维尔梅和阿鲁特身上的魔力强烈无比，他们手牵手站在一起，在动手前得先转个爱的魔法圈，盯住从魔法阵里射出来。阿鲁特大喊的同时，打空了魔法球，穿透了半人马。艾欧莱特真的被吓到了，没想到阿鲁特能逼他到这个地步。看着那对连在一起的狗男女，艾欧莱特身上散发出强大的魔力，他双手举过头顶，可惜没等他放大招，海利欧多尔出现了，叫艾欧莱特停手。阿鲁特马上变得警惕，眼前这女人和艾欧莱特一样厉害，都是顶尖的魔导士，但他是来让艾欧莱特撤退的。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里不能再待了。艾欧莱特没劲了，索性认输走了。由于今天的战斗，他决定给阿鲁特多一点时间。说完，他们就消失了。阿鲁特本想追上去，维尔梅却阻止了他。一回头，他被维尔梅背后的幽灵吓了一大跳。你怎么还在这儿？魔导士问阿鲁特。可维尔梅患难与共，真的准备好和全世界为敌了吗？他真的准备好了吗？阿鲁特坚定的点头。魔导士看着满意，兴高采烈的当起了证婚人。阿鲁特发誓要变得更强，保护维尔梅。维尔梅高兴的哭了。魔导士放心的把维尔梅托付给阿鲁特。他身边的魔法阵一个接一个的打开，魔导士化成一道彩虹消失了。他用剩下的力量解开了结界，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样子。阿鲁特把封印书捡起来，还给维尔梅，那是封印维尔梅的魔导士，同时也是他最重要的朋友莉莉安。他没事太好了，为了变强守护维尔梅，兑现承诺。阿鲁特让杰西卡和克里斯教他实战，结果遭到妹子们的混合双打。阿鲁特的魔力是超过他们的，但身体素质和战术不够，经验也差得远。阿鲁特感激他们抽时间帮他练习。杰西卡不懂为啥阿鲁特急着变强，阿鲁特说是为了保护他，想要一人就能守住的力量。杰西卡听后脸红了，支支吾吾不知道说啥。阿鲁特以为自己说错话了。克里斯鼓励阿鲁特好好努力，经验不足意味着他还有很大进步空间，要变强得从基础做起。晚上，阿鲁特和维尔梅卿卿我我提升魔力。维尔梅突然说心跳特别快，阿鲁特以为他心脏出问题了，只要掀衣服仔细看，没想到维尔梅害羞了。维尔梅说心跳快是因为阿鲁特说喜欢他，他感激阿鲁特接纳他，紧紧抱着哭泣的他。他也喜欢阿鲁特超过任何人，两人紧紧抱一起。那但接下来的不能看了。第二天，阿鲁特和维尔梅去了学生会，会长夸他们眼神好。这次事故连学院学生都受牵连，学生会得保护学生。会长问阿鲁特打算咋做，前路是荆棘遍布，军队和特级魔导是不好对付。阿鲁特还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阿鲁特坚定说没问题，为了维尔梅他哪都去。后来协会又搞了重考，大家都过了魔法师初级考。莉莉丝发现阿鲁特不见了，大叫，阿鲁特又被那女人带走了。维尔梅正把阿鲁特压墙角亲亲，阿鲁特害羞说白天这样不太好。维尔梅坏笑了一下，使魔有需求，主人怎能不满足？就这样，阿鲁特被维尔梅扑倒了。使魔是从古代就有的魔法师助手，他们有时露出獠牙，有时候全心全意服务主人。维尔梅温柔地看向阿鲁特，以后也请多指教了我的主人。动漫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